连乞丐都不要的1分钱存折，却让这个银行柜员看到了发财之道。他偏要靠这1分钱一夜暴富。要知道，他所工作的银行拥有近1000万客户，如果从每个账户扣掉1分钱，聚少成多，那可是100万巨款。想到这里，伊曼顿时产生一个疯狂的想法，想把这100万巨款据为己有。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连客户基本信息都丝毫不知，而且就算盗取成功，也会吃牢饭。可这小子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说干就干。他先是做了一款电子邮件，附上病毒，然后发给自己银行老板。这种邮件人们通常都会当成垃圾信息。老板果然毫无防备点开，轻而易举就入侵了他的电脑，甚至连老板的隐私都窥探得清清楚楚。病毒软件很快传播整间银行，等于是所有办公电脑都已被他监控。当同事们发现电脑异常，就会选择重新启动，开机密码自然一目了然。那么每台电脑所储存的客户信息还不轻轻松松就被他掌握，接着就开始从每个账户都扣掉1分钱，而下一步才是高端操作，一定要全部标记成正当扣费。果然不出片刻就累计了将近100万，但把钱转去哪里却是个难题。如果打进自己账户太过危险，一定要选一个没人要的废弃账户。经过查询，他锁定一家名叫滚石的企业，近10年来都无任何交易活动。他试图将钱都转到这个账户，终于在一系列的操作后，他成功了。Yes! Yes! Yes! 然而天降横财，非祸即灾，一伙暴徒已经杀到门口，这次就是来取他的小命。因为父亲欠下黑帮几10万巨债，而老爷子身患绝症又无力还款，此前已被黑帮折磨得奄奄一息，但黑老大怎能甘心吃亏？正所谓父债子还，他威胁伊曼，如果2天之内还不上钱，不仅父亲的老命不保，还会没收他生育的工具。所以这1分钱的发财大计，也正是伊曼铤而走险的原因。眼下2天时间已到，黑老大的手下就要破门而入。虽然伊曼刚刚发了大财，但手里却没有现金还债，他只能逃为上策，火速骑上心爱的小摩托，却想起钥匙还落在家里，眼看讨债的就要追上，他果断跳上一辆私家车，二话不说掏钱求车主救命。黄毛见伊曼被人追杀，又出手阔绰，立马江湖救急，猛踩油门，而黑帮打手更加卖力的追，显然是抓不到他誓不罢休。看来只有赶紧还钱才能摆脱麻烦。伊曼的大脑飞速运转，哪种方法能最快的取到钱？如果选择在网上转账，必然会暴露身份信息，自动取款机又有限额，唯一的选择只有去银行柜台，但那也会经过繁琐的步骤，除非有银行高管的授权，他只好铤而走险，跟最近一家的银行经理取得联系，冒充是滚石企业的员工，称公司领导委派他来取款。但身后黑帮不断传来的枪声，却引发了经理的怀疑。伊曼反应迅速，冷静回答，解释周围有小孩在放鞭炮。经理听后打消疑虑，答应立马会准备现金。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，黄毛一路狂飙，总算甩掉那几个打手。伊曼火速赶往银行柜台，经理果然如约准备好了现金，但却遇到了新的难题。银行需要验证取款者的身份信息，伊曼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硬着头皮拿出手机，亮出自己的员工证件。他本以为会被经理识破，却想不到竟成功蒙混过关。伊曼急不可耐，拿钱就走，可他却还是露出了马脚。经理立马叫住伊曼质问，哪有人取钱会这样反常？如此巨额现金竟连点都不点。伊曼内心慌乱，却强装淡定，表示自己信任银行不会欺骗客户，而且经理一看就相当正派。当即忽悠的经理晕头转向，立马放行。正巧讨债的也追到门口，他立刻还上了巨额欠款，终于能够松了口气，没有外债的感觉真是轻松。他用剩下的钱给父亲做了手术，然后心里暗自保证，治好父亲以后再也不做小偷，打算继续回到工作岗位，做个踏踏实实的打工人。但就在他以为一切归于平静时，新闻上却突然爆出老板的死讯，而且他是被人谋杀，死于非命。伊曼顿时慌了，自己刚刚完成了1分钱大计，老板怎么就死了呢？但无论他的死和自己有没有关系，他都已经陷入巨大的危险，因为安保人员已经封锁大楼，而警方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一旦他们开始调查，必然就会发现老板电脑的入侵邮件，那么顺藤摸瓜，就肯定会查出自己1分钱的秘密。想到这里，他必须要提前删掉发给老板的邮件，但好巧不巧，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却落在家里，大楼更是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想回家取电脑是根本不可能。他逼自己冷静下来，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办法，4楼的服务器机房也可以删掉邮件，但那里戒备森严，只有银行高管的指纹才有进入权限，而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柜员，看来这个办法也根本不可行。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，伊曼急火攻心，狂吐不止。就在他觉得毫无希望之际，一位高管突然闹肚子冲进厕所，而他落在洗手台上的皮包瞬间引起了伊曼注意。他偷偷拿起高管的手机，果然在上面看到了一线生机。而关键就在于上面的指纹，他必须要在警方赶到之前，利用这个指纹解锁电梯，去4楼主机房销毁自己犯罪的证据。但好巧不巧，突然出现一位高管在打电话，如果被他发现，
必定立马就会去吃牢饭。伊曼强忍恐慌，尝试一次次的解锁，万幸就在高管回头的前一秒，终于解锁成功，关上了电梯门。虽然他已经到了4楼，但想要进入服务器机房，还需要去打印一张门禁卡，再次利用手机膜解锁，进入管理电脑室。第一步，先删掉监控录像，再关掉大楼里所有的摄像头，但会立马让保安发现，所以他的时间只有15分钟。在众多的管理层人员中，他果断点开一个倒霉蛋的信息，选择用他的身份打印门禁卡。要怪就怪他是自己的情敌。他取出门禁卡，边走边倒计时，此时还剩11分钟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他快速赶回服务器机房，顺利通过门禁卡进入。眼看时间还剩9分钟，他必须快速删掉犯罪证据，而且要尽快逃离。但此时高管们已经发现异常，有人在非法升级银行的系统。安保人员发现，竟是情敌哥的身份入侵了机房，当即就派手下要将他抓获，但却被负责网络安全的女高管拦住。她也正是伊曼心爱的女人。小美替情敌哥作证，她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机房。安保头子也查到是有人在冒用情敌哥的身份，他立刻赶往机房查看。伊曼发现有人闯入，立刻屏住呼吸，但他的操作还没完成，眼看还剩3%，而安保头子正渐渐向他逼近。就在即将被发现的前一秒，伊曼瞬间消失，而证据刚好被删得一干二净，但他还是被安保发现踪迹。安保一边追捕，一边发动全体员工拦截。而此时伊曼已经顺利逃到1楼，却因慌乱不小心撞到一人，那人立马将他叫住。伊曼低头一看，才知手里的门禁卡已经不见，这下可真是要完犊子。此刻的他连牢饭的味道都闻到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对方还给他的竟是那张手机膜。就这样再次逃过一劫，他急忙换好工作服。安保到处搜寻可疑人员，就在刚要查到前台时，伊曼及时从柜台里出现，装作是弯腰在捡东西。见整栋大楼都没搜到可疑人员，安保头子依然把情敌哥当作嫌疑人，甚至怀疑到整个网络部门头上。但情敌哥不服，称安保部门同样值得怀疑，因为他们进入机房更加轻松。小美建议挨个部门的排除，却被安保头子警告，查案的工作不由你指手画脚，你的工作只是负责检查服务器。殊不知情敌哥才是个有脑子的，他分析嫌疑人肯定是个黑客，或者有丰富的编码经验。这话瞬间让小美想到了某个人。要知道他和伊曼可是发小，从小伊曼就是个电脑天才，而且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平时小美遇到解决不了的电脑难题，也都是伊曼帮忙解决。她找到伊曼，假装无意聊起银行发生的事，但伊曼也很精明，丝毫没让小美看出破绽。看着一直品性善良的伊曼，小美打消怀疑，自责自己怎么会怀疑到发小身上。随后关心起伯父的病情，为了不露出马脚，伊曼隐瞒了父亲已经做手术的事，却想不到刚解决这边的麻烦，医院那边却又出现问题。父亲的术后虽然恢复很好，但后续费用却还需要15万，而他偷来的钱早已花光。伊曼再次陷入两难，自己刚经历过9死1生，好不容易才全身而退，而银行早已加强防范，再去偷钱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去死。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，发现自动取款机出了故障，有个男人的卡被吞在里面。他顺口提醒那人可以拨打上面的求助电话，但当那人拨打以后，却发现对方根本不是被吞卡的银行。伊曼这才发现取款机上面有多家银行，从这些标志上面，他看到了能救父亲一命的方法。而关键之处就在于上面的8大银行标志。要知道这8家银行每家都拥有近1000万客户，加起来就是8000万人。如果每人都能给他1分钱，那可是800万巨款。听起来可能是天方夜谭，他凭什么能让这么多人都心甘情愿地给他1分钱呢？但伊曼还真就是有这个能耐，他能轻而易举地入侵银行电脑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划走每个账户的1分钱。然而一旦被发现，轻则终身监禁，重则死刑。但这小子偏偏要钱不要命。根据上次扣款的经验，他很快就把这800万弄到了手，不仅用这些钱治好父亲的绝症，还买了一栋豪华别墅，里面足足有6个卫浴。这下爷俩再也不用抢那1平米的厕所，享用他们从未见过的高级美食。但常言说得好，无义之财根本不好花。一伙心狠手辣的暴徒杀上门来，顿时击碎他们的美梦。父子俩既恐惧又疑惑，明明已经还上了欠债，黑老大为什么又来找事？殊不知正是伊曼的一夜暴富，让黑老大既红眼又好奇。他威胁伊曼说出发财的秘诀，不然就要生生掰碎老头的门牙。看着惨遭折磨的父亲，伊曼立马下跪求饶，将发财的秘密全盘托出。黑老大顿感如获至宝，这臭小子竟然有这种能耐。他说出一连串的卡号，命令他把偷来的巨款全部转给他。伊曼被迫只能乖乖照做，却想不到黑帮拿了钱却不打算走，俨然把这豪宅当成自己的家享受，而且还把伊曼当作佣人。服饰不好就是一顿暴打。伊曼知道不能硬刚，只能忍耐下来，静待时机。趁几人在泳池边享受时，看着他们留在沙发上的枪，脑中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叫醒昏睡的父亲，想带他偷偷逃离这里，但好巧不巧，却被黑帮中的一人发现。伊曼慌乱不已，紧接把枪口对准那人，
看着伊曼颤颤巍巍，那人吃定了他不敢开枪，言语中尽是挑衅与嚣张。然而伊曼却开枪了，可他根本不会用枪，只打出了一发寂寞。那人看准时机发起偷袭，轻松缴械了他手里的枪，两人当即厮打起来。但瘦小的伊曼哪里是混混的对手，被对方狠狠地暴打一顿。但就在此时，一把枪口突然对准混混的头，那人却冷笑一声，以为老头和他儿子一样是个笨蛋，殊不知老爷子深藏不露。一声子弹上膛的咔嚓声传来，混混再也笑不出来了。父子俩靠着挟持人质，终于逃离了这间屋子，但危险远远没有结束。趁坐电梯的空隙，老爸教儿子怎样用枪，一定要先给子弹上膛。他们逃到地下停车场，黑帮立马追了上来，双方展开火拼。但就在关键时刻，老爷子的子弹却已打光，爷俩在车下东躲西藏。混混一步步逼近，却发现他们竟消失不见。等黑帮反应过来，父子俩已经开上跑车扬长而去，但混混却难缠得很，又跳上他们的车。没想到老爸车技了得，一个急转就把混混甩了出去。老爷子以为就此安全，像个孩子一样欢呼雀跃，当了一辈子的软蛋，今晚的自己简直帅成了周润发。却高兴不到3秒，黑帮的车就很快追了上来。好巧不巧，老爷子的油箱这时也见了底，他只好把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巷子，父子俩赶紧下车逃命。然而老爸刚刚大病初愈，很快体力不支，再也跑不动了，下一秒就突然被一棍子撂倒。伊曼想回头救老爸，却被雨点般的子弹击中，他只能先行逃走。万幸没被黑帮的人发现，藏在小巷子里。但老爸却没那么幸运，不知将会遭到怎样的折磨。而势单力薄的伊曼又该如何才能救出父亲呢？他专门喜欢看老头尿裤兜子，那味道简直让他欲仙欲死。一旦有人尿不出来，他就会拔掉对方的牙。可他却不知死活，竟把拔牙视频发给老头儿子。殊不知他这行为就是在作死。老头的儿子可不是普通人，他智商高达180。他知道想要救出父亲，不能去跟黑帮硬碰硬，而是找到黑老大的死对头。要知道花姐可是个狠角色，她势力通天，而且黑白两道通吃。伊曼开门见山就要谈合作，只要他帮忙救出父亲，就会利用自己偷到银行的强项，帮花姐狂赚几个亿。这诱人的条件，花姐当然心动，可她却二话不说就把伊曼赶下了车，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计划。伊曼走投无路，以为花姐肯定不会帮忙，他只能选择铤而走险。好在兄弟黄毛仗义，带他偷偷潜入黑帮老窝，找到囚禁父亲的地点。他刚想带着父亲逃走，却被黑帮的人堵个正着。他们一把控制父亲，将他挟持。看着张牙舞爪的黑老大，伊曼本以为今天会死在这里，但万万想不到，突然闯进一伙来历不明的人。除了伊曼3人，他们见人就杀，显然是为了救伊曼而来。然而黑老大还在垂死挣扎，就算要死，他也要拉伊曼垫背。眼看伊曼就要被他一枪干掉，突然一发子弹精准爆了黑老大的头。随之出现一个女人，竟是之前不肯帮忙的花姐。伊曼顿时懵了，这娘们究竟在玩什么？但他还是感激花姐出手相救，保证自己就是她的赚钱工具。但花姐用人向来疑心，显然是还有些不信任她。哪知花姐前脚刚离开，后脚伊曼就被人绑走。他看出这帮人是警察，他们刑讯逼供，逼他交代黑老大是谁所杀，甚至引诱他供出花姐。他不肯交代，就被警方用毛巾包住头，疯狂地朝他脸上灌水。尽管被酷刑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但伊曼就是不招，打死也不肯出卖救命恩人。却万万想不到，这一切都是花姐对他的测试。现在他终于信任伊曼，从此2人开始合作。伊曼辞去银行的工作，每天实施他1分钱的发财大计，弄来的钱他和花姐1人1半。但这女人却很快就不满足了，她加大金额，要求伊曼1星期搞到8个亿。此时他才发现这娘们儿竟这么贪心，看来自己是落入了另一个贼窝。但为了父亲的安全，伊曼骑虎难下，只能照办。但在7天之内搞到8个亿，意味着每天都要频繁操作，这加大了被发现的风险。殊不知另一边的银行早已发现有黑客在偷客户的钱，小美和情敌哥已经设下陷阱，就等着黑客自投罗网。就在伊曼入侵银行系统以后，安保人员顺藤摸瓜，立马逮捕了罪犯。但万万想不到，他们抓的人竟不是伊曼，而是银行的一位高管。原来精明的伊曼早就留了一手，他事先将病毒邮件发给了高管，将一切罪行都栽赃到他头上。伊曼本以为就此安全，但无论他的计划多么周密，照样也会留下蛛丝马迹。此前被他删掉的银行监控，意外被小美恢复了一小段，画面里正是伊曼在走廊鬼鬼祟祟。2人一致认为他肯定有问题，但情敌哥却还有个更大的发现。他拿出一个秘密视频，是女部长在偷看死去老板的电脑，但案发那天明明有规定，在警察赶到前谁都不能动那台电脑。很明显，女部长跟老板的死脱不开干系。那么老板的死和银行被盗这2起案件，究竟是巧合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呢？案情愈加的扑朔迷离。就在2人一筹莫展之际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小美竟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表白。她本以为情敌哥跟她心意相通，却不料遭到对方当场拒绝。她称小美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她。从这句话可以看出，情敌哥的身上也藏着秘密，而他的身份才是本片最大的亮点。
但导演却非要在结局才揭晓。小美接受不了，伤心之下夺门而逃。情敌哥本想追上安慰，却突然冲出一伙飞车暴徒，一阵乱枪将他击倒。万幸他们没对小美下手。小美立刻将情敌哥送进医院，警察展开调查。可小美却也不知那伙人的来历，却在警察的手机里看到情敌哥的公寓被翻个稀巴烂，看来是他因查案得罪了人，而且他们想销毁他手里的证据。与此同时，伊曼也看到了情敌哥出事的新闻，他一眼就从凶手的衣服中认出那伙人是花姐的手下。他质问花姐为什么要派人杀掉情敌哥，花姐毫不掩饰是为了灭口，不然他迟早发现我们的秘密。可伊曼不想搞出人命，他要退出不再为花姐办事，却被对方以小美的性命威胁。此时伊曼才发现花姐远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。与此同时，女部长来探望小美，可她话里话外都是在试探情敌哥死前有没有说了什么，但小美很精明，一个字都没透露。另一边的伊曼良心发现，眼看花姐就要参加政选，如果让这种人掌权，那全国的百姓岂不遭殃？想到这里，伊曼产生一个疯狂的想法，他为父亲准备了一大笔钱，然后送给他一张机票，嘱咐他如果自己明天不出现，就让他一个人先逃。在告别老爸后，伊曼联合黄毛雇佣一群杀手布置刺杀花姐。伊曼天真的以为计划会成功，趁花姐在吃早餐，他带着杀手冲进店里，毫不犹豫就对花姐开了一枪，却又打了个寂寞。这次不是因为没给子弹上膛，而是枪里根本没子弹，其他杀手全被当场射杀。伊曼这才发现自己已被黄毛出卖，看来今天是非死不可了。他又该如何自救呢？人人爱戴的女慈善家，却专爱研发各种酷刑，将装满老鼠的麻袋套在小伙头上，每只老鼠都携带着狂犬病毒，它们专喜欢在人脸上钻洞，而心理上的折磨远比脸上更痛苦。就在伊曼再也扛不住时，花姐却突然叫停，因为她现在还有利用价值。要知道伊曼可是名震江湖的一分钱大盗，他折磨伊曼就是为了榨干他的偷钱技术，用摄影机拍下他操作的全流程。这也意味着伊曼已经失去价值。他派手下去干掉伊曼，但聪明的伊曼没有甘心等死。就在黄毛即将动手时，一枚硬币反光射进伊曼眼中，而硬币下面赫然躺着一块砖头。伊曼手疾眼快，抄起砖头袭击了黄毛，然后开始死命的逃跑。反应过来的黄毛穷追不舍，眼看他就要追到时，却突然被一辆飞车撞倒在地，不出片刻就断了气。难道这是老天的旨意？伊曼突然看到自己的使命，一分钱让他一夜暴富，让他和花姐的命运紧紧相连，又在垂死之际救他一命。或许老天不让他死，正是要他除掉花姐，为民除害。伊曼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不要再做一分钱小偷，而是要做一分钱的英雄。他手持 AK 冲进银行，对着天花板就是一梭子，紧接干倒一名保安，一把夺下他身上的门禁卡。但安保人员也很快赶到，伊曼挟持人质一步步后退，安保不敢轻举妄动。眼看伊曼转身跑上楼梯，安保头子紧随其后，他枪法精准，不断射击。伊曼不幸身中一枪，被迫找个掩体先躲起来。但就在安保头子一步步靠近时，伊曼却诡异地消失了。警方赶到，迅速包围现场，正时刻准备要攻进银行。而花姐也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，她命令安保不惜一切干掉伊曼，但一定不能被警方发现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原来女上司也是花姐的人，他们专门靠银行洗黑钱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，就连死去的银行老板也是其中一员。但因他贪心想威胁花姐，所以才被组织暗害。正巧外面传来枪声，小美趁机挣脱上司逃跑。另一边的伊曼早已进入机房，他必须尽快删掉病毒软件，以防花姐再对银行下手。但就在要操作成功时，被突然进来的小美撞见。他把枪口对准伊曼，伊曼解释他已迷途知返，他正想办法要将花姐绳之以法，做完一切之后就会向警方自首。可显然小美并不信他，直到大楼外面传来大喇叭声，伊曼父亲饱含爱意喊话伊曼，他知道儿子不是一个坏人，儿子做的一切坏事都是为救身患绝症的自己，希望他能自首重新做人。看到这对情深的父子，小美终于理解伊曼决定帮他。而此刻大批武警已经攻入银行，安保头子也向机房杀来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伊曼必须要尽快删掉邮件。眼看进度条只剩1%，突然安保头子出现，他们当即厮打起来。但安保身体素质过硬，尽管两人合力，却也被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安保也不废话，掏枪就要先打死小美。就在危急时刻，伊曼起身推开小美，替他挡下子弹，随即倒下。伊曼奄奄一息，安保刚要补枪，万幸此时武警们冲进机房，安保头子只好举手投降。伊曼被担架抬出大楼，送上救护车，渐渐远行。父亲和小美难掩伤感，但他们知道此刻的伊曼已经重生。然而诡异的是，伊曼竟随着救护车凭空消失，而等他醒来也不是在医院，仿佛是身处一片世外桃源。一伙人正围着电脑不知在操作什么，但显然他们个个都是高手。正当伊曼满腹疑问时，突然出现一人面带微笑，竟是险些被花姐干掉的情敌哥。Hey bro, welcome to Digital Karma. 伊曼更加蒙圈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
而他口中的数字业力又是什么组织？或许是专门勒索银行的黑客团伙，也或许是反对洗黑钱的正义人士。至此，第1集已经全部结束。